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运动来了，中国公务员不得移民注销海外华人户籍这是两件事，我们放在一起讲，影响蛮大的啊。先说前面这个议题禁止公职人员，其实不是公务员，是公职人员，只不过我们题目不想那么长，所以讲公务员那么这两件事情影响范围都非常的广公职人员跟公务员是两个不同的数量级的事情。中国的公务员我们通常讲的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公务员那么我们后面再解释先讲新闻本身。人大常委会6月20号通过了一个法律叫《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那么7月1号颁布实施那么其中有2项规定最敏感。第一项但凡公职人员违反规定出境或者办理因私出境证件，就是护照，予以记过或者是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这是第一个。你没有按规定去办护照办证件，或者是你出境了，按规定它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规定只要你违反这规定，要么就是处分降职然后这个撤职降级撤职这3个第二，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予以撤职或者开除。只要你取得国外身份，就马上撤职或者开除。撤职就是你没有职务了开除就直接是开除公务员这2个规定影响很大影响非常大。中国人最恨什么？中国人最恨2件事。第一件事，公职人员贪污腐化贪污受贿这是中国人最恨的一件事情。但是中国人还恨另外一件事，什么？公职人员不仅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去，同时他自己还办了国外身份，随时可以逃走随时可以跑路。就中国人不仅仅恨他贪污受贿，还恨他能逃跑，不仅他自己能跑，老婆孩子一起跑，这中国人受不了所以这个规定就是解决这种诉求那举2个例子，一个之前不是讲那个粮仓嘛，现在推特上面很流行那个粮仓的那个粮仓里面的粮食全是那些被调包的那些坏的粮食嘛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叫什么？叫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仓库主任乔建军那这位粮仓小吏利用职务之便和粮商勾结，然后倒卖储备粮换粮，然后骗取国家粮食款7亿。事发之前他们一家4口全部办好了美国绿卡，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影响是什么？影响非常大3个影响。第一个，热门的这些移民国家他们的资金流入和移民流入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其实这个影响已经在几年前已经开始发生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开始控制外汇2018年开始，中国控制建立了一个史上最严厉的外汇管制外汇管制措施那么其实从2018年开始，你可以看到几个移民国家的房价是受到影响的，影响很大的那么资金流出困难，但是慢慢的这个影响又小了。为什么？我还是那句话，外汇管制措施它是滞后了资金流出的速度，它最终管不住这个资金，钱最终还是要跑出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可以看2018年外汇管制之后
然后资金流出就慢了，但是慢慢钱又起来了，出去的钱又开始上来，出去钱又开始上来之后，你可以看这几个热门国家的房价啊，又开始慢慢起来了。原因就是，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外汇管制的这个只是拉长了资金流出的时间，但是这个就不同，这个把人管住了，把人管住了就没有用了。他就是让公务员、公职人员你选边站，你是想出去呢，还想在这待着？在这待着，你啥都被惦记了，你就在这待着。你当公务员就当公务员，当公职人员就当公职人员。你要是万一给发现了，马上撤职，滚蛋，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当然，这第二个，这个对这些移民国家，什么加拿大、澳洲啊。这个新西兰啊，这些国家影响会有啊，会包括美国影响都会有的啊，因为什么？我们叫高净值人群里面啊，高净值人群最重要的构成是什么？就是公职人员。中国的公职人员才是高净值人群里面的主要构成。那么这些人才是这些移民国家最需要的这些投资移民当然有做生意的啊，有各种各样的精英阶层。但是公职人员是主力啊，主力。那么如果这个政策出来的话，那会杀住一些这个公职人员移民潮啊，这是一块。那第二块是影响是什么？打击这个公职人员的士气啊。现在公职人员这个工作也不大好干啊，这么上面压力很大啊。那么你现在再把这块掐住啊，对他们士气是有影响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这是什么？这还是人民币汇率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们平时讲，这个老百姓出去旅行有没有花掉的外汇多吗？多，一年600多亿啊，一年600多，一个季度600多亿啊。那么现在把这个老师啊这些护照一收啊，大家的护照一收出不去了，减少了多少？200亿美元。那还有400亿，将近400亿啊，300-400亿的钱，每年还是会花掉，每个季度还是会花掉的。但是真正影响大的是什么？真正影响大的是移民，因为移民一出去，他一大笔钱走，把这个控制住。在中国的移民当中，有一大票是什么？就是公职人员，因为他们才有这么多的钱，能够去跑到国外去享受生活。你像靠技术移民，靠的是什么？大学生，靠考学，留在当地，这是一块啊，这是一大块。另外一块，通过这个投资移民啊，通过去国外的，那公职人员是一大块啊。公职人员把这一块要控制住了，那么外汇需求又会少一大块啊。就是这一块呢，是比旅游那块还要大的这个数量。所以这个动作和什么有关？和人民币汇率工程有关。人民币汇率工程讲的是什么？人民币汇率工程讲的是现在中国经济本身弱势啊，中国经济势头很弱，势头很弱意味着什么？人民币汇率会往下走，但人民币汇率又不敢让它往下走，因为会影响资产价格，比如说房地产市场，比如说股市啊，这两头这资产价格会受汇率的影响，因为汇率是个砝码，就是你汇率往上走，资金往里流；汇率往下走，资金往外流。如果人民币要是贬值的话，资金会往外跑，往外一跑，资产价格就会掉下来，比如说房价啊。所以呢，他就不敢让人民币汇率往下走。那怎么办呢？那控制怎么控制呢？中国总共才3万多亿外汇储备，2万多亿的外债啊，实际上只有1万多亿。你要是在外汇市场上用外汇去顶人民币汇率，能顶多久？1年。1年之后，人民币还是要掉下来，外汇储备你就
你就已经没有可以动用的活动的资产。所以怎么办？人民银行想了个办法，想了个什么办法？我控制人民币的外汇的消费量，比如说控制出门旅行，比如说控制银行门店对外销售的外汇数量，我总之每天控制一个总量，在外汇市场上的需求就少了，外汇的需求少了，人民币不就强势了吗？那么人民银行是用这个方法来操控人民币汇率，让人民币看上去很强势。只要人民币强势，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外资就不会停。我昨天说过，我昨天在这个推特上讲啊，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版的推特啊，发了一篇文章，说人民币资产是这个避风港啊，是外资的避风港、避险资产。我给他回了一句，我说人民币不是避险资产，人民币资产不是避险资产，人民币资产是叫什么？叫无风险套利。就外资跑到中国，人民币资产主要跑到一个是这个股票市场，一个是债券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跑得更多一点。为什么？这就是无风险套利啊，因为维持人民币稳定，然后保持人民币和美元的息差有足够大的息差，这些资金就会往中国跑到哪里去？跑到债券市场，因为美元的利息基本上是零啊，它在美元市场拆借出来的钱很低很低的利率，跑到中国市场上去买国债，那么中间就有一笔利息差，无风险套利。然后呢，它再做一个什么对冲呢？再拿出其中一部分利润来抛空人民币，防止人民币贬值造成的汇率风险。把这个动作一做完，无风险套利，钱就会往中国跑，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啊。那么这样呢，钱往中国跑，又能够对人民币的汇率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这就是人民银行想的整个一件事情，就是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从公务员这件事情来看，第一个当然是要控制影响是其他国家的，就是特别是移民国家的资金和我们叫高净值人群移民的流入啊。第二个对公务员士气有影响。第三就是汇率啊，那么公职人员到底有多少人？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数据啊。这个政策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规模到底有多大？大概是这样。2018年2015年，人社部5月30号发布了一个数据，什么数据呢？就是到2016年，全国公务员的数量多少呢？716万，716万就真的不多啊，就是中国的公务员才700万，这超出大家的想象啊。那么，但是其实人社部公布的这个公务员的总数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国家机关，就是政府系统啊，包括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那不包括事业单位啊，就是主要讲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国有几个统计口径啊？我刚才讲的那个不仅仅是公务员，我刚才如果讲公务员的话，就这700万，就是带编制的国家机关编制的，那是金饭碗，就是中共会最保护的一个人群，大概就这700万啊，700万。但是呢，公职人员的范围就广得多了啊。公职人员主要指的是什么呢？财政供养人员，就是吃皇粮啊，叫财政供养人员，或者是指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政府雇员，只要是政府雇员都算公职人员。
那么国家统计局有个数据啊，2008年政府机关人员，政府机关里面不仅仅是公务员，还有其他不是公务员又没有编制的政府机关人员1328万，事业单位2618万，合计公职人员是3946万，其实还有几千万的退休人员啊。那么占总人口的3%啊，这是一个数啊。到2008年之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公布过公职人员的总数。那么国家行政学院的数据啊，他们分析，目前中国的公职人员总数5000万之数啊，也就是说这个政策会影响5000万人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取消定居海外华人的户籍，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啊，影响非常的大啊。我先讲新闻。6月2号，公安部部署展开全国性户口整顿工作，这件事情是公安部因为户籍是公安部在管啊。他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什么？这背景是今年11月份要开展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啊。全国人口普查之前进行全国范围的户口整顿，全面清理未注销的户口啊，未注销户口。那么这里面就包括1、2、3、4、5、6、7、8、9、10几个啊，我就把要害的3点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三，更正人员户口登记项目差错啊，就是更正差错。公民姓名、曾用名、性别、民族、婚姻状况、职业、服务处所、文化程度等户口登记内容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发生变化，及时到公安机关变更手续完成变更手续。这是第三。第四，全面清理应销未销户口，公民死亡、参军、加入外国国籍和在国境外定居情况的本人或近亲属，应到当即及时到户籍所在地办理注销户口手续这是第四。第五，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问题然后这个新生儿出生1个月之内，父母反正总之所有的人无户口的人到当地派出所去申报登记那么这里面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那些需要被注销户口的到底范围是什么？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公民死亡、参军、加入外国国籍或者是在国外定居就是这几个情况那么加入外国国籍被查出来，那么取消中国国籍那么取消中国国籍当然就会取消户口，这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个情况其实是有不同的安排的那么到底什么叫在国外定居呢？什么叫在国外定居呢？它是有规定规定怎么说？中国公民已经取得驻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并已经在驻国连续居住2年，2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就是你获得一个永久居留权，或者是长期居留权，然后你在那个地方连续住了2年，加在一起的时间不少于18个月，那你就是在国外居留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中国公民虽未取得驻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驻在国连续5年以上合法居留资格，含5年5年内在驻在国累计居留时间不少于30个月，
就是你没有拿到永居或者是居留权，但是你可以合法居住。那么已经合法居住的资格是5年时间，这几个时间节点，5年时间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要点就是你在那里连续住了，加在一起的时间不少于30个月，那你也是在海外定居啊。那么总结一句，就是拿了绿卡，2年之内在国外定居了18个月，不少于18个月，那你就是在海外定居了啊，在国外定居了。这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没拿绿卡，5年内在国外累计居住了30个月，这2种情况都算在国外定居。只要在国外定居，在国外定居，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获得国外的国籍，其他国家的国籍都要注销户籍啊，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这里面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注销了国籍是不是注销了户口是不是你没有国籍了呢？不是啊，不是的，你的国籍仍然有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刚才那2种情况发生了之后，你的国籍你的户籍会被取消啊，注销啊。但是你的中国国籍是不是被注销了？没有被注销啊，没有被注销。注销国籍你必须去办手续的啊，所以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被注销了户籍，你只是一个没有户籍的中国公民，你仍然有中国的国籍啊。那么就是说，注销了国籍注销了户口不等于注销了国籍，或者反过来讲，但是如果你要去注销国籍，你就必须去注销户口，你才能够注销国籍，大家理解吗？注销户籍是针对什么？是针对居留的。注销国籍呢，是针对什么？针对你的因为中国的国际法规定，它不承认双重国籍啊，双重国籍。那么不承认双重国籍意味着什么？只要你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国籍，那么理论上你自动就失去了中国的国籍。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办理这个手续的话，他可以不承认你拥有其他国家的国籍。这就是中国政府就非常大的灵活性，就是他想承认你是中国人，你就是中国人。你就算拿到了其他国家的国籍，但是你没有去办这个手续啊，那你的所有的主动权都在中国政府手里。他要么可以承认你是一个中国人，要么他不承认你是中国人，是个外国人。他也可以不承认你是外国人，你是中国人。总之呢，你获得外国的国籍，那么你必须去注销中国户口，然后再去注销中国国籍，你才是个完整的外国人。他就承认你是个外国人，他没有其他的变化。但是你的情况是，如果你取得了国外的户籍，它自动的就把你的户籍取消了啊，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不一定就承认你是外国人。如果你没去办一个注销户籍的手续，那所有的主动权都在中国政府手里。他想认你是中国人，他就不承认你的外国国籍。他要么不想承认你是中国人，他就认你外国国籍。这件事情就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了啊。但是无论是哪2种情况，你的户籍肯定是没有了，就是你的居留也好，入籍也好，你的这个户籍是肯定没有了。好，现在问题来了，身份证怎么办啊？中国很复杂，中国这个身份中国国家治理就是一塌糊涂，简直是胡搞啊！中国有3个身份证啊，一个身份证是这个身份证啊，第2个身份证是护照啊，护照跟着户籍走啊，但是护照跟着户籍走，
护照跟着国籍走啊。然后它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户口本户口本也是身份证明文件。就户口本的身份证明文件的力量最大，就是最重要啊。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中国国籍没有，是靠护照来反映啊。那么户口呢是靠户口本来反映，身份证呢，身份证其实啥都不是啊，就它不反映任何东西。但是呢，你在当地生活呢，你全部都要用身份证啊。就比如说住店要身份证啊，这个买高铁票，关键最重要，其实在中国最不方便。如果你没有中国身份证的话，你最不方便的是什么？你最不方便是买不到高铁票，你得去取票，很麻烦。就是你拿着，就算是香港身份证也不管用，也不好使啊。只有中国居民身份证最好使，这是一个情况。其他的情况影响不大啊，影响不大。当然还有一个，你没有户籍，就小孩子是上学入托那是个问题啊。但是如果你都拿了居留的话，你小孩子入托读书，这个应该是去国外才对啊。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讲，这个情况就很复杂。因为身份证呢，它没办法注销，因为它没有，它身份证是跟着户籍走的，就算你户籍没了，身份证也是有效的啊，因为它没有关联同时取消身份证啊，这是一个 bug 啊，这是个 bug，所以呢，就算你没有户籍了，你仍然能拿着你的国内身份证在国内横行一切。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需要更换身份证。那你更换身份证，因为你要拿着户口本去办身份证，你户籍被注销之后呢，你就没有这个户口本，你就没有办法这个更新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就完蛋了啊！就是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护照、户口本、身份证是分别脱离的。那么他现在的规定是什么？他现在的规定就是把所有在国外居留的海外华人，或者是入籍了的海外华人的户口全部注销掉，全部注销掉。大概有多少人？大概有多少人？我估计2000万左右，1000万到2000万之间啊，1000万。为什么？我讲个数据给大家听一下啊，这个数据还是蛮有意思的。大家知不知道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港、澳、台这4个地方以外，全世界有多少华人？知道吗？啊，我告诉大家，目前这个数据不好找我说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除了大陆、港、澳、台4个地方以外，全世界华人有5000万。5000万，大数5000万啊！这个严格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严格是20世纪初啊，就是20世纪初，全球的华人华侨大概是400到500万啊，这是历史数据啊。到了50年代，这个人口海外华侨的华人华侨啊，就是总之是中国人啊。这是从人种的角度来讲的啊，从人种啊，中国人华人华侨总数是400到500万啊，就是20世纪初啊。那么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个人口增加到1200万到1300万，90%集中在东南亚。这些人群是什么？这些人群大部分都是历史的繁衍，就是民国之前已经开始移民到海外，很多是民国之前，民国的时候也有很多移民到海外，东南亚啊。那么这1200万到1300万，其中90%是集中在东南亚啊，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啊这些国家。2007年到2008年间啊，就是2007年到2008年。就是全球华人的总数已经达到多少人呢？这很精确，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啊，4543万人啊，4543万人到2007年到2008年，
那么东南亚占比已经降到了73%左右。那么其中呢，北美、欧洲、大洋洲、日本、韩国这些华人的数量一下快速增长，这些人就是新移民，就是我们这一辈人啊，我们这一辈人跑到国外去的啊，80年代改革开放啊，就往外跑的留学生啊，6·4事件跑出去的啊，等等啊，就陆陆续续增加。截止2006年到2007年，海外华人的人数，美国200万，这个人数很多啊，加拿大76万，澳大利亚30万，到2009年底，日本有68万，韩国59万。好，到2018年最新的数据啊，全球海外华人总共是5000万啊，5000万啊。那么3100万分布在东南亚，大概3100万在东南亚，这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历史繁衍，他们就是新移民不多，主要是本地繁衍的华人，那么他们已经非常的本地化了，已经非常本地化了。那么另外2000万就是这过去30-40年的新移民了。那么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当然也有从香港走的，也有从台湾走的啊。那么中国大陆占主体啊。那么取消户籍影响主要是这1000万到2000万之间的这部分人影响最大啊。那么有些人乖乖的去美国啊，去了美国回去把这个户籍取消了啊。有些人，大部分的人能不取消的都不取消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当现在华人最多的国家排名，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啊，有一个不算，印尼最多836万，泰国700万，马来西亚658万，美国455万，美国的华人非常多。新加坡287万，新加坡基本上不能算啊，因为新加坡是新加坡人啊，他已经不算，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啊。秘鲁想得到吗？秘鲁99万，澳大利亚95万啊，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啊，非常惊人，超出我的想象，比我想象的大得多。那么这项政策的影响是什么？这项政策的影响当然有2个啊。第一个，它会慢慢的切断这些海外华人跟国内的这个联系啊，因为你把它户口取消了啊，户口取消之后，有好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有户籍跟没有户籍那两回事。他为什么要干这个动作呢？当然跟钱有关系。大家记住，所有的政策背后都跟钱有关。户籍背后是什么？户籍背后就是财政资源，所有的财政资源都是跟户籍连在一起。如果没有户籍，你财政资源就不会覆盖这人群。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其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财政困难。那么政府财政困难，他要想办法减少财政支出，其中有一条，如果人口少，他的财政支出就会减少。这是第一个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现实上来说，它财政覆盖已经没那么强啊，财政覆盖因为经济不好，财政收入很差，政府财政状况不好，它能覆盖的人群就不那么完整的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直接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还是心理上的原因，就是这个跟前面那个政策是有点像的，就是防止有一些人都跑到美国去了啊，这边有什么好处跑回来一下啊，拿了又走，他就要防止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有吗？有的啊，肯定是有的。但是这种情况的，我觉得这个政策有点因小失大啊。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啊，这个西方国家讲中国对西方的渗透啊，对西方的渗透。当然有情报人员，
有谍报人员，有这个专门的这个统战部的人员，还有呢，还有大量的是什么？还是大量的普通人，就跟你说啊，你要去美国是吗？好，那我跟你谈谈，你去美国，交给你一个任务啊，你每3个月、1个月，写份报告，你看到什么，报告回来，会不会写？有些人就不写了，有些人写了。大量的情况是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影响大吗？你把这个户口一切，谁还给你写报告？没有的。所以实际上呢，中共有一点他忘记了，就是中国对全世界的影响最大的靠的是什么？不是靠的他那个钱，他那个钱没多少的。真正中国要影响全世界，靠的是这2000万华人才是真正有影响的华人。你想一想看，他们跑到国外去，要么有钱，要么有学历，要么有本事，无非是这3种人。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啥都没有，靠自己苦拼也行啊，都是很厉害的人啊。那么你想一下，你对全世界的影响，其实国家的影响没那么大，真正影响全世界的是这2000万人。如果把这2000万人抓住，其实对当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一下澳洲就知道，你去看一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95万，是95万华人，他对澳洲的整个的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你还去把他的户籍取消掉，这不是傻吗？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政策非常愚蠢，完全没有长远的，没有战略眼光。有战略眼光，保留他的户籍，让他们牵着有条无形的线牵住他们，这才能保持对当地的影响力。这个，但是你现在去取消他们的户口，就解决眼前，就是这还是那个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啊。大概就是中共现在，我经常讲，中共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有点像无人驾驶。就是每个部门在出自己想出的事儿，想做的事情，没人去统筹这些事情。你一看这个政策，你一看就知道，这肯定是公安部自己想干的事情，那就公安部自己干。干这些事情，那没有人去统筹啊，没有一个更高阶层的人去通盘去考虑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很蠢的政策。但对西方来说，这是好事。你想一下。如果把户口给他咔嚓切掉了，然后当地又咔嚓把抖音和这个微信给封了，那海外华人就踏踏实实的做本地人嘛，对吗？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对华人来说未必是坏事。我的评判啊，就是说有个户口在上海，有个户口在北京啊，当然这个对于上海人来说，对北京人那个户口很值钱，我放弃舍不得。但是如果他真的把你清了，你也没什么念想了，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过你的日子，做你的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没啥不好，未必是坏事啊。大概就是一个今天的主题啊，又讲冒了啊，时间控制的不好。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啊，我们非常需要点赞，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啊，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特别提醒，请大家检查你的订阅还在不在。那么请大家检查你的小铃铛还有没有点亮啊，点亮小铃铛。然后检查订阅还在不在啊？这2天洗粉洗得非常的疯狂，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大家给我们的点赞支持，点赞对我们来说，一方面能够抵抗5毛啊，抵5毛点彩，我们就要点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平台也有很多的动作，我们也要抵抗啊，所以希望大家给我们多多支持，来点赞啊。好，我们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
情况、问题、观点，好吗？好，明谢一下啊，周礼庚，谢谢王老师好，人在澳洲，深夜打卡点赞，早上在补课，请原谅，谢谢，谢谢啊。Sophie 萌，谢谢。The way to fly，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表示拒绝接受中国拥有南海大部分地区离岸资源的争议主张，称完全非法。国务院也向在华公民发出安全警报。不知道王老师能否谈谈美国在南海采取行动拆除人工岛的可能性？这种行动会否像1941年7月28号美国对日本石油禁运一样，点燃中美军事冲突的火柴？非常有敏感的一个看法啊，这个对事情看得很深啊。美国其实表态，这是一个表态啊，表什么态呢？就是美国等于是拒绝了中国在南海的所有的领土主张啊，拒绝，就是你在这里面做的所有的改变现状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只要你是非法的，我就有权阻止你做这件事情。这潜台词就是我有权阻止你在南中国海采取非法的行动，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啊。这个清晰的信号有2个指向啊。第一个指向是什么？第一个指向就是把南海周边的国家调动起来。那我已经说它是非法的了，你们碰见什么不公平的事情来找我，我给你们出头，我给你们做主。这是第一个指向，就是告诉有南海争议、有主权伸索的这个国家，告诉他们我支持你们，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这位网友说的，就是你要是再大规模的建这人工岛，我就帮你拆了，直接给你炸了，都不一定啊。就是我有言在先，你这是非法的，这个国际法庭已经判过了，你这是非法的，你这个九段论是不成立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它会不会直接引发军事冲突不好说啊。现在中美关系两头，一头清楚，另外一头不清楚。清楚的那一头是什么？清楚的那一头是美国这边，中国这边，中国对外扩张的势头不会停。你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采取这种进攻的态势没有任何改变，不会因为它国内经济的疲弱啊，不会因为疫情，也不会因为这个水灾，也不会因为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它，不会因为这几个主要因素而改变它对外扩张的态势。没有，这头是没有清楚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这边不清楚。美国这边不清楚的原因是，就算是你看从国务院也好，美国国务院到商务部，到这个其他的这些部门，你看他们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口水战。包括这个蓬佩奥是虽然这个态度很强硬啊，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跟实际行动没有关系。就是广东话叫什么？广东话出口术，出口术就是嘴巴讲讲，但没有具体行动。你说我派个航空母舰到那儿，直接把你一个人工岛给炸了，那是另外一件事，那就是真的出手了。但到现在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出手，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啊。那么有网友说，我需要点时间啊。我不觉得美国需要时间，美国全球军力投射，什么投射能力都是全球最快的，所以那叫什么？为尊者讳啊，我理解，但是我不接受啊。Eagle X 观点：持绿卡等入籍，一直想自主注销中国国籍，
但目前还没办法，早知道就先在体制内混个公务员，现在就可以注销户籍了，好吧？可惜，无奈之下，先请王老师喝一杯，感谢王老师每日每夜好生陪伴，谢谢啊 ，Kintim Lee 谢谢，产 Claudia 谢谢啊，观点啊，我们现在看观点，很多人问公职人员是指什么？公职人员应该是公务员加事业单位有编制。工资来自于财政拨款，所谓吃财政饭。现在医生和大学教师有很多是没有事业编制的，这些人应该不属于公职人员。是的，公职人员就是有个条件，就是有编制啊，有政府的编制啊，编制以外的都不算啊。观点：注销户籍没有权利，保留国籍只有义务，牛逼！典型的中国行政思维，非常正确。这讲的很毒啊，这句话非常毒啊。提问：退役军人任正非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连续居住了好几年，不知道是不是在范围内啊？像这种人啊，中国有一批人啊，就是这个一批人。不受任何的法律限制啊，所有的法律跟他都没关系，所以基本上孟晚舟这种人也不用问啊，不用问他是什么国籍啊，受什么限制啊。中国有一票人啊，这一票人是什么人？就是统治阶级，他们不受法律限制，他们来去自如，想去哪里去哪里啊。情况：齐巧巧一家加拿大户籍，习远平一家澳洲籍啊。这些人都属于我讲的这些人，什么急不急的，他想去哪就去哪，没有急的问题。这些人都是在法律上面的人啊，什么国际法对他没影响啊。观点：这些政策完全针对老百姓，还有基层人员，金字塔顶层的不受影响，哪有国家动不动变更法律不让人民回国的？真好笑，对呀。我看那个视频说啊，我们是滞留海外的中国公民，你见过有个国家不让自己的公民回国的吗？有任何一个国家拒绝他的公民回国吗？没有吧？除了集权国家以外，除了苏联啊这些，对呀，所以你别说你是公民，你只是居民。情况：在国内交过社保，还没有办理退休的有影响。已经办理退休的，即使入其他国籍也都不影响。退休就不是公职人员了，应该是啊，还没办退休你还是公职人员啊。提问：重庆公安部门已经发通知，细思极恐啊！如果没有户籍，国内房产是不是可能被 CCP 收为国有？因为没有 owner 了，那不是，那只是你可以去更改那个证件啊，这个不对，这个不是啊 ，owner 是有的，只不过房产呢用身份证明文件证明你是这个人啊，就算你户籍被取消了，你更改一下，把这个国内身份证或者是改成护照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没问题。留学生也在内咯，是的，当然，留学生你还是中国籍啊。同问王先生你好，问题：外国国籍如果被取消户籍，户口本正与目前的房产关联，那房产怎么算？也丢了吗？没有，这个没问题啊。你用身份证去登记也好，户口本其实就是身份证啊，登记也好，你用其他的证件登记，它只是证明你用你的身份而已，能够确认你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你把这两个证件往那一放，就可以更改掉了，这个是可以的，这办一个手续可以搞定，这个不是问题啊，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啊。观点：大陆的存款、房产、汽车交易都需要身份证和户口本，没有了就无法交易了，可能是一大步棋，真没钱了，不是的，这个可以有这样的程序可以更换的啊，这个不是的。提问：海外华人被注销户籍后，就意味着以前交的所有养老医保也泡汤了吗？白忙了吗？是的，只要户籍没有了，跟这后面有关的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啊。
观点那些要跑的人，一些高级有钱有权，都拥有2、3个不同名身份证或者护照，所以作用一半一半吧。如孟晚舟有几本护照不同名字，那些人不在这范围之内，理解吗？就是你说的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这些有权有势的根本不受法律约束，在马路上打死一个人，扬长而去都不受法律约束。中国这种人多的是啊，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就是当权的人他们拥有改变法律的所有的权利，所以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这些人不属于我们讨论范围。情况坐标上海，身份证貌似和银行联网。我今年的身份证到期需要更换，然后我父母收到短信说我的银行借记卡也到期了。我的借记卡过期是2049年，去问了以后说因为身份证过期，所以今后我这个卡只能进钱不能出钱，所以身份证是很重要的。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情况，公职人员家人移民这种情况太多了，我在澳洲就认识好多这种人，还都是小粉红，父亲或者是丈夫是大陆官员，子女移民海外，别墅豪车两边占便宜啊。他不移民也就占便宜，你还是希望他去吧，在你面前你更难受啊，对吧？这种情况，他法律没有规定公职人员家属啊。有网友说这有什么用？家属不规定。从法律上角度来说呢，他没有权利去规定家属啊。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主体呀，对吗？但是你把这个规定了，其实一家人分开有什么好？有别墅，有豪车又怎么样？孩子没爸爸，老婆没老公，你吃什么玩什么都不好吧？你说呢？能好吗？我一家人虽然没那么有钱，但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这叫天伦之乐。你没有天伦之乐，你其他的乐算什么？你说呢？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人的幸福感是什么？人的幸福感还是来自于精神层面啊。物质层面当然可以满足某一部分的愉悦，但是真正的幸福还是精神层面啊。所以，父母双全，儿女绕膝，这种天伦之乐才是真正的幸福啊。观点，反正中国的公职人员也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们都是中共的帮凶，得了中共的好处，他们的死活和人民无关。错，和人民有关。为什么？你想一下，他占有的资源是最多的，他的动向怎么会对人民会影响经济的，熏害很多事情的？人民是最后受到，就是好事人民是最后得到的，坏事是最先影响的，伤害他们的人民是什么？人民就是这种人群。所以你说他们要是不好了，人民会更差。你记住这一条就对了。公职人员他要是没活好，人民会活得更差。公职人员活好了，人民不一定活好。公职人员活得肥得流油了，人民才有点好处，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它不是对人民没有影响，对人民有关系的，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你看一个城市啊，公务员宿舍附近，公务员宿舍周围配套是这个城市最好的，什么从幼儿园到商店，什么配的最好，医院是全配套最好的。怎么如果你住在那个小区，那你就沾他的光了吧？那你住在其他的区域，那什么时候到你那儿，你等着吧，大概是这样啊。王老师，我认为还是管不住。公职人员的孩子通过留学移民，父母会把钱转到他名下去解决了。当然不一定会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他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啊，他是来做出一个安排。他作为一个执政党啊，
他有一些想法，我得管住这些人。他不是说不要管死这些人，要管住这些人。我有东西可以拿你，就是我手上有东西可以拿住你就可以了啊。那随时想拿你的时候就拿你呗啊。提问：等所有的资金外流渠道都被堵上之后，是不是国家就不怕国内房产降价了？怎么会呢？怎么会堵得上呢？堵不上的嘛。资金要跑还是要跑啊，只不过呢，跑的理由少了一个，对吧？啊，跑还是会跑的呀，资金也持续都在跑。但是如果你把这一头切住，不会切死嘛？说一个人都跑不出，那不可能的事情嘛，肯定还是有很多人顶风作案的嘛，这个没有疑问，因为这是人性嘛，是不是？老婆孩子在澳洲，你说让他在北京待着，他迟早还是要去的嘛，对不对？你说他不办这手续吗？偷偷办了，这不是很正常吗？就完全可以理解啊。那你要是不办的话，这老婆孩子也不心里不踏实啊，是不是啊？那所以他就是中共很多政策，他知道人性是什么，他是反着来一下。然后你呢，你要是跟着人性走呢，你就被他捏在手里，随时可以把你拿下。你要是不跟着他走呢，你自己别扭，你自己难受。中共最厉害的是什么？中共最厉害的就这个，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让你违反人性，他的所有的规定都违反人性。他违反人性之后呢，当然理由冠冕堂皇啊，然后这一头呢有违反人性，然后让你拧着很难受，你就违反，你一违反呢，他捏在你手里，就让你在这坐着，你就随时可以把你拿下。你听不听话？中共最厉害的就是这一招啊！观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务员本身就是权力在手的群体，谁去监督这个制度和落实执行？处理一下小鱼小虾，应付一下上面而已。越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权管理模式，制度的落实会很难，靠钦差大臣巡视组，是这样，这个没错啊。他没有打算把这些人全部拿下搞定。中共立法全部都不是为了执法，就是让这件事情变成和法律一样，不是的。中共所有的立法目的只有一个，拿住你。我有合法的权利拿住你，因为只要我这法律出来，基本上大家要跟着这法律走，寸草不生。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你去看一下，特别跟经济有关的，你只要跟着他法律规定去走，你基本上所有的行业都要死光。那怎么办呢？那企业只好左边绕一下，右边绕一下，活下去啊！你否则你这法律出来了，就管我啊！那你就左一下绕一下，哎，你一绕，我只要一查，你就是违法的。只要你一查你就死定了。所以我一声招呼，你敢不听？不听我就去查你。只要一查，中国所有的公司，从阿里巴巴到腾讯，没有一家公司经得起查的。你说啊，我这腾讯这么大公司，阿里巴巴这么大公司，我怎么会不会？我有这么多律师在这里，我怎么怕查？我就派一个处长去，就可以把阿里巴巴搞翻，搞得马云打翻在地。痛哭流涕都没有用，为什么？中国所有的法律都是方便执法部门，执法部门有非常大的裁量权，你是绕不开的。而且你想这么干，我就这么说；你想这么干，我就这么说，你永远在违法。所以在中国的事情，大家不要以为他推出这个政策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这么干，不是的。怎么？你想一下。这些公务员老婆孩子出国了已经多长时间了？已经出国了好多年了，好吗？你算一下，现在公职人员亲属在海外的多少人？我觉得这人数就太大了。你是说杜绝这公职人员去办理身份啊，办这个移民吗？不是的，他杜绝不了。可他很多人手上已经握着外国护照了。多少人手上已经握着
居留权护照的呀。我不知道比例是多少，但是肯定是大规模的，肯定是。那么你说怎么办？让他们全部滚蛋？当然好啊，但问题是不可能，不现实啊，这么多事情要人办呢，那怎么办？所以他推出这个法律不是为了去执法用的，不是为了纯净现在这个社会的，他是为了拿住你，就拿住你，你自己填报，自己申报啊，你要向党交代清楚，讲清楚你到底有没有护照，你讲不讲？你不讲啊，发现了你是撒谎，向党撒谎，这个违反规矩。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中共整个思路是什么？整个思路就是拿住你。中共活到现在，原因是什么？他真的很了解人，他真的很了解人性，他也很熟知怎么拿住你的办法啊。今年我们绿卡第10年，前年我老公去上海户口所在地注销户籍，想入籍美国，但派出所不办理。条例说出示相关证件，但是派出所民警说没有办理过，所以不办理。观点：移民海外的华人本来就应该做本地人，海外华人拿着当地的福利，却心系党国，不肯融入当地社会，那么当地人歧视你，你就自找的。当地人歧视你和他不肯融入社会不是因果关系啊，不能把它当作因果关系啊，不能融入当地社会就不如融入当地社会。但是呢，你可以踏踏实实做一个当地人，这没有问题。融入当地社会就是跟当地人打成一片。那我不跟当地人打成一片，我关起门过自己小日子行吗？行的，没问题的。不过呢，你想把小日子过好呢，你还得跟外界接触啊，这个是必要的啊。但是不一定非得去打成一片啊，这是一头。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已经移民到这个国家，那你就要对这个国家认同啊，要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国民，那你要尽他的责任，尽他的义务，同时你也享受他的福利啊，这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哎呦，太多了，读不完了，我们切一下吧，时间到了，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社区吧，我们贴到社区去好吧，因为实在太多了，读不完了。明确一下啊，留意，谢谢。我在日本无法理解大陆这样的政策，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海外华人当敌人呢？你说的数据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身边很多中国人在中国之外的生活，那我们怎么办？我身边很多中国人在中国之外生活，那要我们怎么办？就变成，如果你在日本，你变成日本人了，是吗？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么说啊。阮光能谢谢啊。情况还有很多墙内的朋友关心美国疫情，我这里报告一下，美国疫情看似糟糕，实际不是，阳性感染人数天数有症状表现的很少。我在医院工作，近1个月没有多少住院的治疗的病人，大概住院率为30%，即70%病床空房。我的工作系统准备去其他州找病人来满足病房的需求。另外一点，新冠治疗真正的是政府掏钱包干。王先生你好，现在在国内感觉美国疫情异常严重，能介绍一下实际情况吗？OK， 阮先生已经介绍了，他在医院工作啊。美国的情况，我觉得面上的数据很吓人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好像已经慢慢的在 open 了啊，感觉coin 钱，谢谢。坐标新西兰，特别难得赶上直播，一定支持一下王老师，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
那么请大家帮忙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然后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好吗？好，谢谢大家。